在工业区做买卖摩托，我有一点男人婆，蛮粗鲁的啦。之前我是一名空少，现在做回收行业，这行就是嘎啷咕尼。因为做肥皂，我就来到了这个工业区，找回我自己，也可以帮助到人。Building maintenance worker. I am a winner of the bodybuilding competition. 位于新加坡西部的玉郎，是我国工业重地，工厂林立。早期，玉郎处处是沼泽。为推进经济发展，政府自1963年起大力开发玉郎，各类工厂陆续建成，形成新加坡第一个工业区。工业活动带动玉郎人口发展，各类休闲设施开始兴建。1970年代，玉郎露天汽车电影院开幕，成为当年玉郎的印象标志。玉郎昔日地貌和人文光景，因发展变迁，早已走入历史。半世纪后的今天，玉郎换上新一代工业面貌，继续蓬勃发展，人们依旧在这片工业土地上写下自己的故事。我叫苏慧婷，或者是米流。我今年23岁，我在工业区做买卖摩托有差不多2年6个月了。我本身会算有一点比较男人婆，说我讲话的方式也是老实讲啊，跟男孩子一样蛮粗鲁的啦。通常我来做工啊，我都是穿 T 恤裤子。工业区第一很热，第二，老实讲都是安哥啦，所以也是不用打扮到很美啦。Hi, your bike is ready for collection. You can start. Then you can see the. 我朋友的朋友要开摩托店，而且我又喜欢摩托车，我就 try 人就到今天我在这边咯。作为一个女孩子啊，我在摩托店做工，特别是在工业区啊，还是会有一些顾客不习惯、不信任。几号了？这个 size？5号了。这边工作有5个男性的同事，会不会很宠我啦，还是什么？就是把我当成好像另外一个男孩子的朋友这样。老实讲，他们这样做我也是会比较舒服一点。哇，顺呢，可以 start 吗？他们也是有时候我讲我很像女不像女，男不像男啊。我 admit 我 OK， 对啊。工业区就像一个小港崩哦，好像一个小村啊，你找不到东西，你去隔壁问。安哥，5号 battery 有吗？有啊。谢谢。安哥有隔壁的。5号了啊？呀，5号了。我发现 actually 我好像蛮适合在这种环境里面的，你可以比较放松。At least 我这边没有 aircon room， 所以我不要打扮，他们不可以讲东西。我讲周末很热吗？我不用穿得很美吗？如果说我要跟我朋友出去吃晚餐的话 ，right， 我就会化妆啦、打扮，然后才来。你难得打扮，你就会自信比较高一点啊。我走来的时候会把工业区当成红地毯。哇，外面下雨哦。以前我是那种喜欢我要 princess 啦，我要公主的背包啦，我要紫色啦、粉红色。突然间有一天我跟他们讲，我很讨厌粉红色。成长的某个阶段，慧婷的性情出现很大的改变。我又学骑摩托车，学篮球啦，打泰拳啦。我的爸爸就对于摩托车就比较敏感一点点，
去想为什么一个好端端的女孩子生要去学这种粗鲁的还是什么的这种活动，还有讲要打断我的脚活啦。如果我去考摩托，我是独生女嘛，我在外面不管我有多少的朋友啊，到家还是我一个人，所以我从小到大就是一个人长大的。以前我有被欺负过，那个女的可能看我不顺眼，她就走过来，我只记得她给我了很大力的一个巴掌，结果是我的朋友帮我就想不对嘞，人家都这样骑在我头上了，我又只可以傻呆呆的站在那边，所以我就想到要怎样可以来保护我自己，靠人人倒，靠山山也倒，说靠自己最好。其实慧婷对阳刚的追求是为了保护自己而披上的保护色。父母两个都是60多岁了，我才今年23岁，一定是被逼比别人快长大。我中学的时候，我担心我的父母离开，以前最惨的时候是，睡不好，可能半夜会跳起来，然后我会去到我的父母的房间那边，站在那边看，我只是要确保他们有在呼吸，有没有胃口吃，喜欢做的东西也没有什么去做了。那个就是我人生最低的一个时期了。老实讲，我也是真的不懂我怎样度过的嘞。你可以选继续埋怨，可是你生活不会改变，你要帮你自己，因为这种都是心里面，你要自己可以克服你自己，你才可以走出那个第一步。老天爷就赐给我这对夫妻来做我的爸爸妈妈了，会有不开心的时候吧，一定也是有开心的时候。老实讲啊，我是不会换掉他们的，不管下几辈子啊，我都是还会选他们。这一带的特色的，就是回收公司多，大概有15间。我是林在发，今年60岁，从事在顺利路从事废品回收。林在发2016年在玉郎工业区创业，是顺利街一带早期从事废品回收的业者之一，见证了回收行业如何在这个地方兴盛起来。这一带是靠近玉郎岛，还有就是玉郎的工业区，这边有工人宿舍，外劳放工了，他们司机把他们载回来，有时老板就会叫他们顺便把这些废料载回来卖。开始做营业的时候，这边有3个工人宿舍，应该有1-2万个客工，大概从2013年开始，陆陆续续就迁移了。他们离开之后，当然对我们的生意都有影响。我们这一行的收五金，就比如说电线啊、铝啊、铁啊、钢这些塑料啊、纸皮啊、报纸这些我们都不收，因为太杂了这种东西。纸张回收生意在玉郎顺利街这区并不常见，让这名年轻人看到了机会。我叫敬贤，今年34岁，在玉郎工业区做回收行业。主要回收的都是公司的文件、纸，还有已经坏掉或者没有用的电子垃圾。做回收行业之前，我是一名空少。离开是因为要寻找更多的机会。中学开始发现到，为什么有些同学会有最新的 gadget？ 他们家里是做生意的，那时候开始就会有一个念头，一直想做自己的生意，赚多一点钱啊。刚开始的时候只有我一个人，所以不管是什么可以赚钱的方式，我都要去试试看，去不同的公司一间一间的去敲门。
会去翻找那些回收桶，有时也会遇到那些老鼠、蟑螂之类的，所以感觉会比较不好啦，比较不习惯。当空少的时候，打扮得比较得体，多数时候都会在有冷气的环境。现在比较累，汗也流得比较多，时常需要搬比较重的东西，时常会有肌肉酸痛，被纸割伤，回家冲凉的时候会感觉到那些痛啊。In general， 这行就是嘎啷古尼。有些人会说比较难听的话啦，比如说有飞机不要坐，去坐 lorry 啊。有些也叫我去念书提升自己啦，这些我都没有放在心上了。不管他怎么形容我是做哪一行，就算是说我是收垃圾、抹桌子，我就不管，因为对我来说是行行出状元嘛。大概2年后就开始聘请员工，目前有4个全职员工，有时候也会请一些 part-time 的 staff。我是在2021年搬到玉兰工业区，因为这里也是离那些职场比较靠近，司机就会去各个的地方把这些办公室的纸跟电子垃圾回收，我们就会把那些纸张分类出来，然后就拿去那个回收厂。有些顾客文件会比较机密，所以他需要我们帮他们把这些机密的文件搅碎，然后才可以开始回收。做了这些其实是为了给家人过一个好一点的生活嘛。我现在也是一个父亲了，现在最大的期望就是把女儿健健康康的养大，然后给她我的全部。人生很短嘛，最重要就是选择。我的目标就是让我的家人有这个选择，不是要一天到晚就是烦下一餐，过得开心，那个我就满足了。废品回收业者集中的玉郎顺利街一带工业大楼里，还有令人意想不到的轻工业。我是伊芙琳，今年47岁，我在工业区里做肥皂。我以前是做黑茶的，做了大概10年左右吧。然后12、13年前我就辞掉工作，然后就在家里看孩子。我的小女儿呢有湿疹，冲完凉后她的身体就通常会有那些红红的斑点，然后就挺痒的。然后看了。我就觉得很心疼啦，因为我觉得冲凉就是应该是一件很舒服的事情。直接倒到175，用2只手，我就觉得也不可能一辈子就是这样啊。那时候我就在想，看有没有办法去学做天然的肥皂给他用。大概2、3年前呢，我开始学做这个冷制皂。Hold this, hold it。如果不是他，我可能根本就不会去想到要自己制作肥皂。我记得很清楚，就是第1块肥皂，我就是拿给我女儿用，我叫她试试看，身体的红肿就是少了很多。现在她冲凉就是很久的，我猜就是她在里面玩那个泡泡，享受那个乐趣啦。身为一个母亲，我就是觉得开心啦，很有成就感，就是终于找到一个方案可以帮助她。我女儿比较安静，不会说开口跟你说谢谢妈妈，她肯继续用这个肥皂，对我来说已经是一个很大的认同。那时候开始我就决定我要继续做肥皂，然后朋友就提议说，为什么不要去售卖呢？我大多数的顾客都是那些有皮肤敏感或者湿疹，用了对他们的皮肤有帮助。然后帮到了他们的孩子啦、女儿啦、姐姐啦、妈妈之类的，听了就很感恩啦，就是觉得会有人欣赏我做的东西，所以那份喜悦，就是超越了那个钱吧。
我这个工作室的对面嘛，时常有很多那些外国劳工来上那个 safety course。我把这些旧的肥皂、不美的肥皂和他们分享。他们的英语说的不是很好的，他们也不是很了解这些是免费的肥皂。我的大女儿去网上把它 translate 成他们的语言。如果我有这个能力，可以就是把肥皂跟他们分享的话，我觉得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对，然后我会继续做下去。孩子大了呢，我就选择要找回我自己，可以继续做肥皂给我女儿用嘛，然后又可以做喜欢的事情，又可以帮助到人，我觉得还蛮有意义的。客工宿舍林立的玉廊工业区，有个地方是客工们在异乡的另一个家。玉廊工业区内的这座外籍客工休闲中心，定期举办活动，丰富客工们的生活。今天是1年1度的劳动节庆祝会，中心举行了各项体育比赛，让客工们在互相切磋下增进感情。当天也分派上千份礼包与客工们同欢。负责管理外籍客工中心的林泽秋参与了这项活动。休闲中心的宗旨就是要让他们过得比较充实。举办这些活动是希望客工们可以跟他们的朋友、跟他们的同乡有更好的一些接触，更有意义的来过他们的生活。活动上也分派折扣券。客工们可以在外籍客工休闲中心里的杂货店用这些折扣券来买东西。平时这里也专为客工们提供特别优惠，减轻生活负担。价位可能相比之下跟外面可能会便宜到10到20%左右。矿泉水来做一个标准的话，在外面买一箱矿泉水的话呢，可能就会高达7元，在这边买的话呢，不高过于4块钱。在这个杂货店内呢，提供的是我们客工需要的那些日常用品，他们互相所用的一些特别的一些材料，给客工带来一些方便。我们也是有一个食阁，可以享用到比较便宜的那些食品。在这边打球完后呢，可以去跟朋友聚个餐。为这次活动义务出力的，包括身穿橙色衣服的一群客工大使。每一位大使背后都有段故事。在外籍客工中心工作的甄雪丽最了解他们的心声。Hello MWC, how may I help you? 我是雪莉，今年39岁，主要的工作就是聆听24小时热线，每个月起码有100-200通电话。So what is it with regards to your salary? 帮助这些客工关于就业的问题，比如就很像拖欠工资、拖欠加班的费用，以及那些不好的那个住宿环境。有些客工受到了帮助，现在转为大使，能帮助更多的人。比如说一些客工没办法说流利的英文，能用他们的共同语言，然后来跟他们讲解。今年43岁的客工吴鼎，就因曾受过雪莉的帮助，而成为外籍客工中心的一名大使。2 years before, I lost my job. I come to MWC office. I meet Sister Sheila. Sheila give idea. Sheila very good help me. If I come MWC, their people, Sister Sheila no help me. If no choice, I go back Bangladesh. If I go back Bangladesh, I suffer, my family suffer. The people help me. Sister Sheila help me. I very like because he changed my life, my family. So I also like this ambassador need to help others. 看到我曾经帮过的客工，现在能帮助其他的人，很开心。
外籍客工中心的劳动节庆祝活动长达1整天。当客工们在同欢共乐，一抹身影走进了中心内的健身房。My name is Sivananda Mullatan. I'm from India. I'm 13 years old. Building maintenance worker. When I was younger, see the Arnold post, you know Arnold bodybuilder. After that, I thinking I'm also, but I know he cannot reach this area. One day I saw the bodybuilding competition poster. After he cannot sleep every night. Yeah, you do. Every night in dream coming in our dream. 心中的一把火让 Siva 决定抓住机遇，追寻梦想。3 months, I trained to my muscles in bodybuilding competition. MWC give the 3 trainer how to work out, how to you take protein. Starting month, no sugar, no salt, and no ingredients or masala. Only boiling food. Yeah, it's very hard. That time thinking, okay, win or lose, not a matter, but you participate. Come on, everybody, let's give them a hand. Everybody, let's give them. 今年2月，外籍客工中心首次为客工举办健美先生比赛 ，Siva 也是参赛者之一。Show before I shy, but on stage he shy gone. In first place, 28. Yeah, I'm proud. Yeah, my father say in our village, people say, hey, your son is win in Singapore, you know. Yeah, he's very happy. Yeah, I'm proud in that moment. And go to forward to every day. Yeah, I want to be champion in every single day.